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座大桥3月26号遭一艘集装箱船撞塌，由于大桥残骸堵塞了巴尔的摩港的入口，导致港口被关闭，对物流供应链造成影响。大约有12艘大型船只被困在港内，其中包括为全球美军战斗部队提供补给的4艘美国军用货船。美媒称，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当前美军的全球部署困境。当地时间3月31号，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目前仍无法确定清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坍塌后的残骸以及重新开放巴尔的摩港所需的时间。布蒂吉格表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和海军正在调动2台起重机来清理水道中的大桥残骸，但清理任务十分复杂。与此同时，如何处理撞塌大桥的船只，目前也仍是一个问题。It's not just that you have to remove the wreckage, it's that you have to do it in a way that doesn't cause portions of the bridge that are there across the water to shift. They've been under a lot of compression and tension. They could behave almost like a spring if they are not expertly managed. You also, of course, still have the ship there alongside the channel. Measures are being taken to stop the stern of the ship from swinging into the channel. It's an incredibly complex operation. 当地时间3月26号凌晨，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巴尔的摩港后失去动力，撞上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致大桥坍塌，桥上8名施工人员落水，其中2人获救，2人死亡，还有4名失踪人员被推定死亡。该大桥已通车47年，桥长约2.6公里，年通车量约为1150万辆次，是695号洲际公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巴尔的摩港的门户。据美国广播公司4月1号报道，一名负责现场协调工作的联邦官员表示，目前准备在坍塌大桥附近的主航道东北侧开辟一条临时备用航道，供重要商业船只通航，为恢复巴尔的摩港的海上交通提供支持。马里兰州州长摩尔此前表示，官方初步估计这一工作需要花费至少数周时间，之后会设法稳定大桥的残骸，让潜水员可以继续打捞4名失踪者的遗体。桥塌了，港口的唯一航道也被切断，目前巴尔的摩港周围的海上交通陷入停顿，巴尔的摩港仍处于关闭状态，滞留在港口内的船只无法出港，也有许多载土船只无法进入港口。尽管巴尔的摩港的规模远不如东海岸的纽约港、西海岸加州的长滩港等大型港口，但在汽车产品进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美国第1大汽车港口。这一事故势必对相关供应链产生影响。马里兰港口管理局数据显示，2023年该港口至少处理了超过80万辆汽车和轻型卡车的运输业务。美媒引述官员的话表示，每天进出该港口的货物价值超过1亿美元。港口关闭将直接影响8000个工作岗位，超过14万人的生计将受到间接影响。福特汽车表明，零部件供应可能受阻。纽约和新泽西州政府承诺会协助处理部分滞留的货柜，希望尽量降低事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早前预告，本周将前往巴尔的摩视察。马里兰州政府承诺会用最快的速度重建大桥。联邦政府早前已经应州政府要求紧急拨款6000万美元善后。彭博社援引美国经济软件分析公司初步估算，大桥重建费用可能需要6亿美元。还有知情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官员对马里兰州议员说的成本数字则飙升到至少20亿美元。拜登3月26号曾表示，联邦政府将承担重建大桥的巨额费用。然而，在政府支出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共和党人对该提议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坚称，美国联邦政府根本无法承担更多的国家债务，重建大桥属于地方问题，应该由马里兰州地方政府来解决。美国国会山报提到，尽管马里兰州偏蓝，但也有一部分民主党人反对拜登这一提议。他们认为，既然大桥是私营货船撞塌的，那船东也理应承担部分损失。这个事件呢，从目前来看，它显然是已经政治化了。大桥垮塌本身只能说明是一次航运事故，但是航运事故之后，大桥垮塌的这后续处理，如果处理不好，显然会让这个拜登所谓的加强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件事情，更加的成为笑柄。虽然说，可能他的对手这个共和党也没有什么解决这一问题的这个好的办法，但是，作为一个
攻击他，特别是在大选季攻击这个拜登这样一个手法。早前，美媒消息曾称，大约有12艘大型船只和多艘拖船被困在港内。英国《泰晤士报》发现，被困船只中包括4艘处于待命状态的美国军用货船，他们何时能离开港口还是个未知数。美国动力网站介绍说，当前被堵在巴尔的摩的4艘美军用货船中，包括2艘速度最快、运载能力最强的 L9级快速海运船。美国防务新闻警告称，当前海运能力在美军全球部署计划中的作用仍是无法替代的。按照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规划，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使用的所有装备中，约90%将通过海上运输。它的这种拖延虽然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但是总体的这个对于美军来说，它的影响是可控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美国目前的这种全球霸权其实是一种非常紧张的紧平衡。一旦它在某个领域里面出现了某个意外，甚至不是他自己原因的意外导致他的运输受到限制，那么他可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为了代偿或者说补充这一部分的这个运能，会需要去其他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付出相当多的代价和调整。这个也表明美国目前的这个霸权不再是当年那种就是资源无限然后可以恣意妄为的状态。这起意外事故的发生，也让美国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顾及再次受到广泛关注。美国媒体纷纷发问：巴尔的摩桥梁坍塌事件会促使美国更加重视基础设施问题吗？但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主席玛利亚·雷曼称，过去的8位总统都表示应该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资金，但没有一位总统能说到做到。